一个男人为了2分钱，偷偷把手伸向赵铁柱的裤腰带。赵铁柱猛地睁开眼，一脚将那人踢飞出去。他没去找那人的麻烦，而是拼命往家的方向狂奔。前世的今天，他喝得烂醉，在外面鬼混。恶毒后妈马翠花因为林秀兰给刚满月的女儿煮了一碗小米粥，拿擀面杖把林秀兰活活打得半死。林秀兰为了护住孩子，被打得浑身是血，落下了病根，没几年便撒手人寰。这是赵铁柱一辈子最大的恨，也是他夜夜不能安睡的噩梦。赵铁柱大骂一声，疯了一样往记忆中那个破院子跑去。院子里，马翠花插着水桶腰，挥舞手腕粗的擀面杖，骂林秀兰偷了留着下蛋的小米，要打死这个丧门星。林秀兰趴在地上死死护着怀里的婴儿，头发凌乱，满脸泪。旁边胖成球的马胖妮嗑着瓜子起哄，让他娘使劲打。棍子即将落下的瞬间，院门被人一脚踹开，2扇破门板差点散架，重重撞在墙上。马翠花吓了一跳，刚要回头骂，一道黑影已经冲到跟前，院子里瞬间死一般寂静。马胖妮手里的瓜子撒了一地，整个人傻住了。林秀兰颤抖着抬头，看见赵铁柱不仅没有喜色，反而更加恐惧。在他印象里，赵铁柱喝醉了也会嫌他烦踹2脚。他把孩子抱得更紧，拼命往墙角缩，颤声叫了一声赵铁柱的名字。赵铁柱看着妻子满脸血污和惊恐的眼神，心像被捏碎了一样疼。还没等赵铁柱开口，马翠花就杀猪般嚎叫起来，日子没法过了。马胖妮也反应过来，大叫着要跟赵铁柱拼命，160斤的身子直接扑了过来。赵铁柱眼皮都没抬，反手就是一巴掌，这一声脆响比踹门声还大。马胖妮脑袋嗡了一声，原地转了半圈，跌坐在地，半边脸瞬间肿起来，嘴角淌血，坐在地上蹬腿撒泼。赵铁柱看都没看他，几步走到墙角，抄起一把铁锹。马翠花刚爬起一半，想继续撒泼，抬头看见赵铁柱提着铁锹走来，那眼神不像是在吓唬人，是真想把他埋了。马翠花哆嗦着后退，连忙喊赵铁柱的名字，说自己是他娘，是他长辈。赵铁柱把铁锹往地上一杵，居高临下盯着他，让他听清楚，以前是他混蛋，但从今天起，他要是再敢动他媳妇孩子一根指头，他猛地举起铁锹，照着马翠花脑袋边的烂木桩狠狠劈下去，木桩直接被劈成2半。赵铁柱冷冷地说，他会把他剁碎了喂狗。马翠花看着离耳朵几寸远的铁锹刃，白眼一翻，裤裆瞬间湿了一大片，一股尿骚味弥漫开来。他是真被吓尿了，想不通这个二流子怎么突然变得跟土匪一样狠。赵铁柱嫌恶地扔了铁锹，转身蹲在林秀兰面前，满身煞气全收，伸手想扶她，林秀兰却本能地抱住头，哀求说别打孩子，打他就行。赵铁柱眼眶瞬间红了，强忍心酸，温柔地拉住他的手，说别怕，是他不打他，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他们娘俩。林秀兰整个人都懵了，嫁给他2年，从来没见他用这种看宝贝一样的眼神看过自己。马翠花回过魂来，见赵铁柱不打了，泼妇劲又上来了，尤其是当众尿裤子，让他恼羞成怒。他提着裤子退到堂屋门口，指着赵铁柱破口大骂，说他是白眼狼，既然不想过日子，那就都别过了。他钻进里屋，翻箱倒柜，找出一张发黄的纸，狠狠拍在院子里的磨盘上，那是赵铁柱死去父亲留下的房契，上面写着马翠花的名字。马翠花指着房契喷唾沫，说这房子就是他的，他有权让赵铁柱滚蛋。他叫嚣着让赵铁柱一家3口要么跪下磕3个响头认错，以后公分全交给他，要么现在就滚出这个家，永远别回来。林秀兰吓得脸色发白，这年头房子就是命，被赶出去只能要饭。她哭着拉赵铁柱的衣角，求他认个错，说孩子受不得风。马翠花鼻孔朝天，说认错也行，除非磕头磕出血。再把林秀兰手上那个银镯子交出来给她闺女赔礼。银镯子是林秀兰王母的遗物，也是她最后的念想。她下意识捂住手腕。赵铁柱盯着房契和贪婪的马翠花，突然冷笑了。上一世为了这破家忍气吞声，最后老婆孩子没保住，自己也活得像条狗。既然重生了，还受这鸟气。他只说了一个字，行。马翠花愣住了。赵铁柱又说了一遍，行。看都不看他，大步走进西屋。屋里家徒四壁，除了一张破炕席什么都没有。林秀兰抱着孩子哭着跟进来，问真的要走吗？天马上就冷了。赵铁柱没说话，把破铺盖卷起来，拉开那个掉了漆的木柜，柜底压着一个长条形布包，那是亲爹的遗物。他深吸一口气，打开，里面是一张油光锃亮的牛角大弓，一个插着10来支凋零剑的皮剑壶，还有一把黑铁柴刀。上一世他嫌打猎累，这些东西扔着吃灰，直到家破人亡才靠这些手艺活命。这一世，这就是翻身的本钱。赵铁柱背上弓，柴刀别在腰间，单手拎起铺盖卷，让林秀兰收拾东西。林秀兰见他眼神坚定，不再多问，手脚麻利的包了几件旧衣服，揣上那个豁口搪瓷缸子，两人走出屋子。马翠花和马胖妮守在门口，防贼一样盯着。见赵铁柱这副行头，马翠花阴阳怪气的说他真有骨气，出了这门别回来讨饭，又追问银镯子有没有拿走。赵铁柱脚步一顿，回头盯着他，眼神像狼一样。他说那破房子他不稀罕，但银镯子是他媳妇的命。马翠花以后再敢惦记，他就把他的爪子剁下来喂狗。说完，他大步走出院门，头也不回。林秀兰紧跟在身后，迎着风沙茫然问他们去哪。赵铁柱停下脚步，握住妻子冰凉的手，说回杨树沟找他爹。林秀兰眼神黯淡，说回娘家会被人戳脊梁骨，何况他爹日子也不好过。赵铁柱盯着他的眼睛，问他信不信他。以前是他混蛋，但从今天起，只要有他一口吃的，绝不让他们娘俩饿着。用不了多久，他就让他住大瓦房，顿顿吃肉。林秀兰看着他眼里的光，用力点了点头。杨树沟比王家屯还穷，到了村口破土屋时，天已经黑了。岳父林大柱正在门口收拾烂柴火，看见两人和大包袱，吓得柴火掉了一地，以为女儿被修回来了。赵铁柱心里一酸，上前握住岳父粗糙的手，响亮的叫了一声爹。林大柱浑身一震，这辈子第一次听着女婿正经叫他爹。赵铁柱告诉他和那边分了家，以后给他养老。进屋后，林大柱把唯一半边热炕让出来，窘迫的头都抬不起来，说家里米缸空了，就剩2地瓜。闺女投奔过来，当爹的连口热饭都没有。赵铁柱肚子叫了一声，怀里孩子也饿得大哭。林大柱猛地抬头，眼底闪过决绝，说他这就去借，不能饿着孩子。说完这个佝偻的老头转身冲进夜色。赵铁柱知道他是要去给
当会计的弟弟林建国下跪乞讨。赵铁柱一把抓住门框，转身解开布包。昏暗灯光下，牛角大公泛着冷光，他抄起黑铁柴刀，让林秀兰烧水。林秀兰愣住了，问梅米烧什么水？赵铁柱眼里亮得吓人，说梅米就吃肉，他这就进山，今晚吃肉。屋里冷得像冰窖，破窗户纸被风吹得呼呼响。林秀兰抱着孩子缩在炕角，赵铁柱坐在瘸腿板凳上，手里的柴刀在磨刀石上霍霍作响。门帘一掀，林大柱佝偻着身子钻进屋，满脸褶子里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他怀里死死护着个布袋子，另一只手小心翼翼捏着2个鸡蛋。老头献宝似的把东西放桌上，手都在哆嗦，说借到了1斤细棒子面，还有2个鸡蛋，是他二叔给孩子补身子的。他一边擦汗一边躲闪眼神，不敢看赵铁柱。赵铁柱停下磨刀，把柴刀往桌上一放，他站起身，目光没看粮食，死死盯着林大柱的裤腿。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裤子上，膝盖处粘着2团圆圆实实的灰土印，不是摔的，也不是干活蹭的，那是直挺挺跪在地上，硬生生磕出来的。赵铁柱心脏猛地一抽，怒火瞬间顶到嗓子眼。那个当会计的林建国平时眼高于顶，这1斤棒子面和2个鸡蛋是林大柱抛下所有尊严磕头磕来的。林秀兰也看见了土印，捂着嘴哭出声。林大柱慌了，拼命拍打裤腿，说是路上绊了一跤，催林秀兰赶紧烧水给孩子喝糊糊。赵铁柱挤不过去，一把按住那只干枯发抖的手，他咬着后槽牙说这面他不吃。林大柱一愣，慌忙说赵铁柱饿了1天了，还嫌弃他没本事借来白面。赵铁柱说他不嫌弃，把棒子面塞进林秀兰怀里，但这口气他咽不下去。说完，赵铁柱转身抄起磨得锃亮的柴刀，又掏出一个乌黑的铁矛头。林大柱吓得赶紧拦他，说不敢去闹，那是他二叔。赵铁柱说他不闹，他去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他利索地扎紧裤腿，系上麻绳，把牛角弓背好，剑壶挂在腰间，手里攥紧铁矛头。他说这大山里只有畜生没有人情，想要活命吃肉就得靠手里的家伙。赵铁柱走到林秀兰面前，摸了摸女儿瘦削的小脸，抬头看着妻子，说水烧好了别熄火，等他回来杀猪。说完他掀开门帘，头也不回地钻进漆黑夜色。林大柱急得跺脚，说外面有狼。林秀兰拉住父亲，眼里闪着从未有过的光，说让他去吧，他说能打到他就信。深秋的莽苍林冷得透骨，赵铁柱紧了紧单衣，顺着记忆直插大山深处。上一世他在山里像野人一样活了几年，哪有野猪哪有狍子门清。走了半小时，远处传来猫头鹰的怪叫。赵铁柱蹲下抓起一把土闻了闻，湿润的土里带着股腥骚味，那是野猪蹭树留下的。他冷笑一声，找到了。借着月光，他砍倒一棵手腕粗的小白桦，削去枝叶做毛杆，把铁矛头死死绑在一头。简易长矛做好了，正面对抗野猪是找死，但他没打算硬拼。赵铁柱选中一棵2人合抱粗的大松树，正对着野猪必经的烂泥塘。他把柴刀别在腰后，像猴子一样蹭蹭爬上树，在离地4、5米的树杈上坐稳，长矛在手，矛尖朝下。接下来就是等。月亮爬上树梢，冻得手脚发麻，肚子饿得火烧火燎。赵铁柱一动不动，脑子里全是岳父跪下的膝盖和妻女的哭脸，这股恨意支撑着他像尊雕塑。后半夜，沙沙声传来，赵铁柱眼神瞬间锐利如刀，灌木丛剧烈晃动，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探出头，借着月光一看，是一头200多斤的黑毛母野猪。这畜生警惕极高，耸动鼻子闻了半天，确定没危险才慢悠悠走出来，用长嘴拱地找食。1步2步，他离大树越来越近。赵铁柱手心全是汗，握矛的手却稳如磐石。野猪走到树下，闻着树根的味道，停下来蹭痒痒。粗糙猪皮摩擦树皮，发出沙沙声，震得树身微颤。赵铁柱就在他头顶正上方，距离不过4米，绝佳机会。赵铁柱调整姿势，双腿勾住树杈，身体前倾，他瞄准了野猪脖子和后背连接的心肺软肉，那是死穴。这长矛足有10来斤重，加上高度惯性，足够穿透厚猪皮。赵铁柱眼神一凝，深吸一口气，手一松，长矛带着风声笔直坠落，利刃入肉的闷响在深夜山林里听得人牙酸。黑毛野猪惨叫一声，像发疯的坦克往前冲。那1尺多深的长矛虽偏了心脏，却扎透了肺叶子，毛干撞在旁边的树干上，野猪疼疯了，原地转圈冲空气乱咬，绿眼睛恶狠狠盯着四周。树上，赵铁柱手心全是冷汗，没死透，等不了了，血腥味会引来狼和黑瞎子。赵铁柱趁野猪转身，像壁虎一样顺着树干滑下，落地瞬间拔出柴刀，反手握住。他捡起石头砸向野猪屁股，野猪猛回头，獠牙像匕首般冲着赵铁柱肚子顶来。赵铁柱死死盯着路线，在獠牙即将触身的瞬间，猛地侧身贴树旋转，野猪刹不住车，一头撞在松树上，震得松针落了他一脸。趁着野猪七荤八素，赵铁柱动了，他丢掉柴刀，双手死死抓住插在猪背上的毛杆，大吼一声，用力下压并狠狠搅动，肺叶子彻底被搅烂，野猪口鼻喷出血沫，扑通跪地，后腿还在乱蹬。赵铁柱整个人直接骑在猪背上，一手按住猪头，一手摸索到地上的柴刀，反手握刀，对准脖子大动脉狠狠捅进，用力一火，滚烫猪血溅了他一脸。野猪剧烈抽搐几下，终于不动了。赵铁柱一屁股坐在死猪身上，大口喘气。他抹了把脸上的血闻了闻，真腥，但也真香，这是活命的味道，不敢多写。赵铁柱拔出报废的长矛扔掉，弯腰抓住后腿，200斤的大家伙被扛起来，压得双腿打摆子。他避开大路，专挑荆棘乱石小道走，树枝划破衣服和皮肤，汗水折得生疼。但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把肉带回家，给林秀兰吃，给那下跪的老头吃。1个多小时后，赵铁柱摸回了杨树沟，他在门板上轻叩3下。林大柱颤抖着问是谁，赵铁柱说是他，让开门。门栓拉开，林大柱举着煤油灯探头一看，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赵铁柱浑身是血，活脱脱一个凶神恶煞。林秀兰抱着孩子冲出来，眼泪刷得下来了，问他伤在哪了。赵铁柱咧嘴一笑，把肩上的大家伙往地上一扔，地面一震。他说别怕，血不是他的。他指着死猪说爹，烧水杀猪。空气凝固了几秒，林大柱颤巍巍摸着温热猪皮，问是不是野猪，是不是赵铁柱打的。赵铁柱说运气好碰到落单的。林大柱激动的眼眶湿了，这么
么大一头猪就是一家人的命。赵铁柱提醒别让人看见，财不露白。林大柱反应过来，赶紧拉人进屋关门，喊林秀兰烧水。他去拿杀猪刀。这一刻，这佝偻老头腰杆都挺直了。屋里忙活开了，赵铁柱灌了一瓢凉水，林秀兰心疼的烧火。水开后，翁婿俩配合默契。林大柱年轻时打过下手，利索剥皮开膛，冒着热气的猪下水流出来，满屋腥骚味，却比什么都香。林大柱分拣内脏，满脸笑着说：“心肝肺留着，大肠小肠回头乳，板油真厚，够吃1年。”赵铁柱挥舞柴刀卸肉，前腿、后腿、五花肉、排骨，很快堆成肉山。他让岳父拿盐腌上。林秀兰看着灯光下刚毅冷峻的男人，心里从未有过的踏实。收拾完已是后半夜，赵铁柱特意把几根肉骨头和带血猪皮单独装进麻袋。林大柱问这是干什么？赵铁柱说这些有大用，明早要去趟镇上，得有个正经身份，不然这肉吃的不踏实。锅里水又开了，切好的五花肉片扔进去，撒把盐和野葱。没一会儿，浓郁肉香弥漫，三人肚子齐叫。林大柱盛了3大碗肉汤，滚烫肉汤下肚。赵铁柱夹起肥肉大嚼，满嘴流油，让林秀兰多吃点。吃饱了有奶。林秀兰边哭边喝，这是她这辈子最香的一顿饭。吃饱喝足，赵铁柱躺在炕上盘算，野猪肉是死物，想站稳脚跟得有护身符。他摸了摸枕边的猪皮和骨头，明天供销社，这是翻身的第一步棋。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赵铁柱背着用破床单裹紧的大包袱，腰别杀猪刀，悄默生出了门。包袱里装着30多斤野猪骨头和一张完整猪皮。土路坑坑洼洼，雾气白茫茫一片。刚走出杨树沟没多远，前面晃悠着个人影。赵铁柱眯了眯眼，冤家路窄，是隔壁村出了名的二流子孙二赖，拎着空酒瓶，看样子刚喝了一宿猫尿。孙二赖瞅见赵铁柱的大包袱，贼眼瞬间亮了。他挡在路中间，嘲讽赵铁柱是丧家犬，说听说他老丈人昨晚给人下跪借粮，这上门女婿当得挺滋润。赵铁柱脚步没停，冷冷的让他滚开。孙二赖把酒瓶子往地上一摔，碎了一地，挽起袖子往上凑，说老子今天就不让。话没说完，声音戛然而止。赵铁柱已经到了跟前，一只手按在腰间那把带着暗红血渍的杀猪刀柄上，那眼神不是吓唬人，是看死物的煞气。他又说了一遍滚。孙二赖浑身汗毛竖起，酒醒了大半，他喉结滚动，那股狠劲泄了个精光，下意识后退2步，差点绊倒，嘴里放着狠话说没完，人已经连滚带爬钻进苞米地，头都不敢回。赵铁柱冷哼一声，继续赶路。这种欺软怕硬的狗，你越硬它越怂。到了镇上，供销社大门刚开，主任张有才正拿鸡毛掸子扫灰，货架上空荡荡的。这年头好东西都藏柜台底下，没票没关系，连根毛都买不着。赵铁柱进门把包袱往柜台角落一放，一声闷响。张有才刚要骂人，赵铁柱慢条斯理的解开包袱皮，一大堆带红肉丝的野猪骨头，还有一张黑亮的猪皮。赵铁柱知道张有才老婆刚生孩子没奶水，正到处找骨头催奶，他提出借一步说话。张有才咽了口唾沫，四下瞅瞅没人，一把拉赵铁柱到后院。张有才笑成一朵菊花，问这东西哪弄的？赵铁柱说山里弄的，干净。他说新鲜野猪骨头最下奶，这一包都给张有才。张有才激动的拍大腿让他开价。赵铁柱摇头，伸出2根手指说要2瓶老烧刀和1桶煤油。张有才尖叫说这是抢劫，煤油是紧俏货。赵铁柱抓起包袱就要走，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他去卫生院转转。张有才急了，这时候屋门帘掀开，他老婆抱着孩子冲出来，骂他磨叽什么。孩子乐得翻白眼了，女人抢过包袱乐得合不拢嘴，催张有才赶紧给人拿东西。张有才一脸肉疼，只能乖乖拿了2瓶老烧刀和1桶煤油。赵铁柱接过东西塞进布袋，转身就走。出了供销社，赵铁柱直奔镇武装部，门口警卫拦住赵铁柱，报上名号，说自己是刘国强老战友赵山的儿子赵铁柱。不一会儿，身材魁梧的刘国强大不出来，盯着赵铁柱看了一会儿，说真像他爹。上一世赵铁柱混蛋断了这层关系，但这辈子得捡起来。进了办公室，他把2瓶老烧刀放在桌上，刘国强脸色一沉，让他拿回去，问把他当什么人了。赵铁柱说这不是贿赂，他爹活着常念叨欠刘叔2顿酒，这是替他爹还的。刘国强眼眶微红，叹了口气，说酒收了，问他有什么事。赵铁柱神色严肃，说想当大队的护林员，申请一把枪。刘国强一惊，问他要枪干什么。赵铁柱说他家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被赶出来没地没粮，他是猎户的种，想进山给老婆孩子挣口饭吃，但手里只有老公，昨天差点被野猪挑了。他撸起袖子露出伤痕。刘国强沉默了，他知道赵山神枪手的名号，这小子敢进山说明有2下子。护林员本来就是苦差事，正好缺人。刘国强打开铁皮柜，拿出一杆黑黝黝的56式半自动步枪和20发子弹，他批了护林员证，交代枪是集体的，每一颗子弹要有去处，打猎是为了护林除害，不是乱来。赵铁柱接过枪，沉甸甸的压手感让他心里踏实了。他熟练拉动枪栓，眼里金光闪烁，向刘国强保证枪在人在。从武装部出来，赵铁柱背着裹好的枪，提着煤油桶往回走，感觉走路都带风，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手里有枪腰杆才硬。回到杨树沟村口，太阳偏西，还没到家门口，就听见一阵嘈杂吵闹声，有人喊着让老东西把肉交出来，有人叫嚷着林大柱家哪来的肉，肯定是偷的。赵铁柱心里咯噔一下，出事了。他一把扔下煤油桶，反手解开背上的布包，露出黑黝黝的枪管，脚步一错，像被激怒的豹子冲向人群。杨树沟破败的土坯房院里炸了锅，孙二赖踩着劈柴墩子，唾沫星子喷了林大柱一脸，骂他别给脸不要脸，那么大的肉味还敢说是买。身后5、6个二流子像饿狼一样盯着屋门口。林大柱缩在墙角，死抱着盐罐子，脸吓得发白，连声说这真不是偷的，是他姑爷打的。一个尖嘴猴腮的二流子嚷嚷说就那个倒插门软脚虾能打猎，除非母猪会上树。孙二赖更得意了，威胁说偷大队猪仔是挖墙脚，识相的赶紧交出来，说着伸手去抢罐子。林秀兰冲出来挡在前面，眼睛红得像兔子，说这是赵铁柱拼命换来。孙二赖淫笑着伸手摸向林秀兰的脸，说让哥哥看看他有没有藏肉。林秀兰抬手一巴掌扇在他手背上，孙二赖被打懵了，随即恼羞成怒，抡圆胳膊照着林秀兰的脸抽下去。林秀兰绝望
望闭眼，一声巨响如平地炸雷，篱笆院门被人踹飞，半扇门板砸在烂泥地上。众人回头，只见赵铁柱站在门口，一身破旧蓝布褂子，背着长条黑布包，提着煤油桶，那张脸阴沉的滴水，眼神冷如刀，死死盯着孙二赖举在半空的手。孙二赖心里一突突，但仗着人多胆气又壮，嘲讽说：“正主回来了，正好算账。”问林大柱偷猪是私了分肉，还是公了蹲大狱？赵铁柱没理会，放下煤油桶，一步步走进院子，那股压迫感让人窒息。他走到林秀兰面前，伸手理了理她乱了的头发，说：“没事了。”林秀兰眼泪哗哗流，抓着他袖子不撒手，安抚好媳妇。赵铁柱转身盯着孙二赖，问他刚才哪只手想动他媳妇？声音不大，院里温度骤降。孙二赖梗着脖子伸出脏手晃了晃，嚣张地说：“就这只手。”问赵铁柱还能给他剁了不成？话音未落，赵铁柱动了，一声脆响，紧接着是杀猪般的惨叫。孙二赖抱着呈诡异角度弯曲的右手跪地哀嚎，喊着手断了。其他二流子吓得后退，这还是那个软脚虾吗？孙二赖疼得鼻涕眼泪直流，威胁说要告赵铁柱行凶。赵铁柱冷笑，掏出一本红皮证件甩在他脸上，让他睁大狗眼看清楚。孙二赖捡起证件，虽不识几个字，但认得鲜红的五角星和武装部大印。翻开里面是赵铁柱的照片和护林员3个字，周围村民也傻了。护林员可是半个公家人，能合法带家伙？尖嘴猴腮的不信邪说肯定是假的。赵铁柱嘴角勾起残忍弧度，反手解下背上的黑布包，一层层黑布落地，一杆黑黝黝的56式半自动步枪暴露在众人眼前。冰冷的枪管，挂着的子弹带。赵铁柱熟练拉动枪栓，子弹上膛声清脆悦耳，却像催命符。他单手提枪扫视众人，问谁说假的？让上来试试，响儿真不真？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人群瞬间吓得后缩，尖嘴猴腮的举手投降，喊赵哥误会。孙二赖裤裆湿了一片，跪地求饶。院门口传来洪亮声音，大队长周德胜披着大衣威严走进来，看到赵铁柱提枪也愣了一下。孙二赖连滚带爬求救，说赵铁柱私藏枪支行凶。赵铁柱不慌不忙递上证件，说他是新批的护林员，枪是武装部刘部长发的，这帮二流子冲进他家抢劫行凶，他有权自卫。周德胜接过证件验真，又看赵铁柱拿枪的姿势是个练家子，再看尿裤子的孙二赖，心里有数了。周德胜大喝一声，骂孙二赖平时偷鸡摸狗就算，还敢聚众抢劫护林员。民兵冲进来把鬼哭狼嚎的几人拖走，院子瞬间清静了。周德胜把证件还给赵铁柱，眼里多了几分欣赏，说他有股狠劲，既然当了护林员，以后这片山头多照应。赵铁柱让他放心。人群散去，林大柱瘫坐在木墩上说吓死他了，问赵铁柱真敢开枪。赵铁柱没说话，把煤油桶提进屋。林秀兰想帮他拿枪又不敢碰，赵铁柱说别怕，把枪放在柜顶，拉起林秀兰的手，看着他红肿手背上冻裂的口子，赵铁柱大拇指轻轻抹撒，心里堵得慌。上一世这双手为了他受尽苦楚，他说今晚把猪油拿出来点。林秀兰说那是炒菜的，太可惜。赵铁柱说不可惜，猪油润肤，过2天他进山给他弄狼油，那是治裂口的神药。林大柱哆嗦着说狼是吃人的畜生。赵铁柱笑了笑，摸了摸腰间硬邦邦的子弹带，有了这杆枪，别说是狼，山神爷来了也得留下买路财。赵铁柱在杨树沟杀猪亮枪的事不到半天就传回了王家屯。马翠花在炕头嗑瓜子，听碎嘴婆子一说，手里的瓜子皮撒了一地。他问那个白眼狼杀了一头200多斤的野猪，还得了个官身，背着大枪，他眼珠子转得飞快，100多斤肉换成钱得多少？贪婪压倒了恐惧。他一拍大腿，让马胖妮拿麻袋，说肉必须得要回来。赵铁柱刚送走孙二赖那帮人，院门口又传来尖锐叫骂，马翠花的大嗓门嚎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骂赵铁柱是没良心的白眼狼，发达了不认娘，打了野猪不孝敬老人。屋里林秀兰那鞋底的手一抖，针尖扎出血珠子，林大柱更是哆嗦的拿不住烟袋。赵铁柱慢条斯理的把擦好的步枪包好放柜顶，起身拍了拍灰，说有些狗不打疼了永远记不住教训，大步走了出去。院子里马翠花坐地干嚎，马胖妮拿空麻袋等着装肉，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见赵铁柱出来，马翠花嚎得更起劲，边骂边拿3角眼往屋里瞟肉。赵铁柱走到跟前，居高临下问他演完了没有。马翠花爬起来指着他鼻子说他是他娘，肉必须分一半，分家偷拿的钱也得吐出来。赵铁柱冷笑，转身冲屋里喊林秀兰出来。林秀兰抱着孩子低头走出来，不敢看马翠花。赵铁柱一把拉起林秀兰的手，那是一只惨不忍睹的手，粗糙的像烂树皮。他举着手大吼，让大家睁眼看看，这就是马翠花嘴里的享福。大冬天凿冰洗衣服，手冻烂了还得洗，生孩子没奶水喝口粥都要挨打，这是一双人手吗？村民们围上来一看都皱起眉头，舆论风向瞬间变了。马翠花强词夺理说那是他娇气，庄稼人手都糙。赵铁柱猛地抓住马翠花手腕举起来，那手白白胖胖，连个茧子都没有。他问他这双手呢？他干过一天活吗？他闺女干过吗？一对比简直天壤之别。马翠花语塞想抽回手，却发现赵铁柱手劲大如铁钳。赵铁柱猛甩开手，掏出红皮证件拍了拍。他说自己现在是护林员，吃公家饭的，手里有枪。他凑到马翠花耳边压低声音说山里的狼他敢杀，老虎他敢打，再敢来撒野动他媳妇一根指头，他就把他当野猪办了，信不信他是误伤？马翠花脑子像炸了雷，看着那双动了杀心的眼睛，想起劈断木桩的铁锹和黑黝黝的枪，他是真怕了。他找了个台阶说不跟晚辈计较，拉起马胖妮连麻袋都忘了拿，灰溜溜跑了，好丢一只鞋都不敢捡。围观村民哄笑，赵铁柱没笑，心疼的拉起林秀兰渗血的手问疼不疼。林秀兰摇头掉泪说不疼，就是给他丢人了。赵铁柱说傻话，把他的手揣进怀里捂着。猪油治不了这深可见骨的冻疮，得用猛药，狼油那是老猎户的秘方，抹上几次就封口长肉。但狼比野猪难对付多了，尤其是狼群。晚上屋里飘着肉香，林大柱蹲地上抽烟皱眉，问赵铁柱真要去？说听说最近狼群闹得凶，前几天还咬死了头牛犊子。赵铁柱把子弹一颗颗压进弹仓，发出咔嗒声，说林秀兰那手再不治就废了，让岳父放心，他是猎人，狼也是肉长的。林秀兰红着眼说不治了太危险。赵铁柱摸摸他的头说没事。他背起枪
枪，叠好杀猪刀，揣个空玻璃瓶，没带长矛出了门。这一仗得靠枪，靠脑子，靠比狼更狠的劲儿。风吹的树林哗哗作响，赵铁柱朝着大山深处的碎石坡走去，那里是狼窝。走了1个多小时，周围怪石嶙峋。赵铁柱蹲在大石头后，把手拢在嘴边，学小狼崽凄厉的叫了一声，这是猎人的显招，引狼出洞。几秒死寂后，黑暗中亮起2点绿光，紧接着4点、8点，足足10几双绿眼睛像鬼火一样在灌木丛里亮起。赵铁柱心猛地一沉，手心渗出冷汗，他暗骂一声：完大了！这是一个狼群，10几双绿油油的鬼火在漆黑灌木丛里闪烁。风停了，四周静得可怕，只有压抑的低吼声。赵铁柱蹲在2米高的孤石上，手心汗湿了枪托，本想引只孤狼，没想到招来了狼祖宗。借着月光，他看清了领头的头狼，体型像小牛犊子，左眼有道跟熊搏命留下的疤。他死死盯着赵铁柱，嘴角流着哈喇子。10几只狼呈扇形包抄，要把他当夜宵分了。赵铁柱推开保险，头狼耳朵一抖，仰天凄厉嚎叫，进攻号角吹响，3只公狼像灰色闪电从3个方向扑来，腥臭味扑面。赵铁柱凭借肌肉记忆，对着正前方跳得最高的公狼就是一枪，巨大的枪口焰炸开，公狼脑袋爆裂，尸体倒飞出去。他调转枪口连开2枪，一只被打断腰，一只擦破皮滚下石头。50、60步枪威力惊人，但血腥味激起了狼群的凶性。头狼低吼一声，狼群发疯般往石头上涌。赵铁柱杀红了眼，一边大吼一边扣动扳机，枪声密集，每一声都伴随狼的惨叫。10发子弹转眼打光，机针撞空。赵铁柱心里一凉，一只狡猾灰狼趁机窜上来咬住赵铁柱小腿，剧痛袭来。赵铁柱抡起滚烫枪管照着狼头砸下去，脑盖骨碎裂，狼呜咽掉下石头。赵铁柱顾不上伤，飞快掏出子弹排压进弹仓，手指被夹破皮也顾不上。就在这时，一直没动的头狼动了，趁赵铁柱立足未稳，300多斤的大家伙像炮弹般直奔喉咙而来，躲不及了。赵铁柱眼神一凛，只压进3颗子弹，猛拉枪栓。头狼爪子已搭上肩膀，血盆大口对着脸咬下。赵铁柱不退反进，枪口狠狠捅进狼嘴，直捣嗓子眼。一声闷响，头狼后脑勺被掀飞，脑浆溅了他一脸，庞大身躯瘫软压在他身上。狼王一死，剩下的狼傻了眼，恐惧压倒饥饿，夹着尾巴钻进灌木丛跑没影了。山谷恢复死寂，赵铁柱吐了口带血唾沫，抹了把脸上的脑浆，看了眼小腿，裤腿烂了，好在只是皮肉伤。他踢了一脚狼王尸体，皮毛油光水滑，更重要的是那身药力十足的油。他解下麻绳捆好狼王和另一只壮硕公狼，低吼一声背起5、600斤的分量，借着鱼肚白踉跄下山。清晨，杨树沟村头起早挑水的老汉们正在议论昨晚的枪声。晨雾中，浑身是血的赵铁柱背着小山似的死狼走来，看清那是2头狼，其中一头还是狼王时，村民们全看傻了，连气都不敢喘。赵铁柱走到岳父家门口，把狼扔下，喊开门。林大柱开门腿一软，坐在门槛上，问赵铁柱是不是把狼窝端了。林秀兰哭着扑上来检查伤口，赵铁柱咧嘴一笑，搂住他说没事，是皮外伤。他让他看那个大的，那是狼王，赶紧烧水熬油，今晚就把他这手治好。这一天杨树沟炸锅了，赵铁柱独占群狼的消息传遍十里八乡，狠人名号彻底坐实。晚上屋里暖烘烘飘着药香味，林大柱小心翼翼熬着金黄的狼油，赵铁柱给林秀兰红肿开裂的手涂上温热的油。林秀兰缩了一下，随即感到热乎乎的麻酥感，说不疼了还挺舒服。赵铁柱笑了，这罪没白遭。突然院门被敲得砰砰响，周德胜满头大汗冲进来求赵铁柱帮忙，说镇上发的牛在棚里惊了，看脚印是个大家伙。赵铁柱心里一动，问是不是斑斓子。周德胜脸色发白，点头说是老虎，民兵都不敢动，就在村后林子里转悠，随时可能伤人。他问赵铁柱有枪有本事能不能跟他们走一趟。赵铁柱看了一眼担忧却没阻拦的林秀兰，拉动枪栓，咔嚓一声说走，去会会这山大王。屋里空气凝固，林大柱烟袋掉地，牙齿打颤，说那是吃人的主，得正规军拿机枪才敢打。周德胜满脸苦涩，急得要跪下，说那几头种牛是镇上花大价钱引进的，今晚被祸害了，他得蹲巴黎子，只要赵铁柱帮这一把，以后他家就是不动产。赵铁柱清楚躲不过，老虎领地意识强，今晚吃不到牛，搞不好进村吃人。他让岳父松手，说一只大猫而已。他转头看向林秀兰，他没哭也没拦，默默翻出最后的棉袄和狗皮帽子递过去，说穿后点山里封印，他和孩子在家等他，水不熄火，回来还熬油。赵铁柱心里一暖，扣上帽子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金光四射的眼睛，提枪出门。村口大柳树下7、8个民兵冻得缩手缩脚，手里拿着老式土枪。年轻民兵柱子牙齿打架，问真要去。周德胜骂他少废话，谁当孬种明天滚去修水库。赵铁柱蹲下查看雪地脚印，那是几个大海碗大的梅花印。他判断长宽20公分，成年雄虎，体重600斤往上。民兵们倒吸凉气。赵铁柱说老虎被牛叫惊了，往后山去了。他记仇贪嘴，这会儿肯定在林边趴窝，趁他没了封堵在林子里，不然冲进村大家都不够塞牙缝。他拉动枪栓，子弹上膛，命令进山。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进林子，气氛压抑。走了2里地，赵铁柱举拳示意停下，指着一棵老松树，离地2米处树皮被撕下，露出白惨惨木茬。他说这是墨爪子宣示领地，老虎就在附近，而且发现他们了。众人后背发凉，有人问能不能开枪吓跑他。赵铁柱瞪眼骂他蠢，乱开枪只会激怒他，要是绕后偷袭得死1半人。他环视地形，说的把他引出来，老虎多一人多，他不敢露头，得拿人引。所有人都愣住了。柱子把头摇成拨浪鼓，说打死也不去。赵铁柱解开2颗扣子，露出单衣，说他们埋伏好，没命令不许开枪，他自己去。周德胜还要劝被他喝止。赵铁柱独自走进空地，惨白月光拉长身影，他原地跑动，踩断枯枝，扯嗓子大喊挑衅，让那畜生有种出来。这是在诱惑，也是在赌命。几分钟后，灌木丛晃动，周德胜刚要举枪被按住，钻出来的不是老虎，而是5、6只瘦骨嶙峋的残狼。这是昨天被打散的狼群，闻到人气又来凑热闹。赵铁柱暗骂一声，正主肯定在附近看着，枪声一响，老虎绝对跑。他释放杀
杀气与狼群对峙。突然狂风平地起，狼群浑身毛炸起，夹着尾巴把头贴地瑟瑟发抖，一声低沉的吼叫滚滚而来，极具穿透力，震落树上积雪，虎啸山林，万兽臣服。狼群疯了一样逃窜，赵铁柱瞳孔收缩，死死盯着前方黑暗，两盏灯笼大的金眼亮起，一头体长超3米的巨虎慢悠悠走出，黄底黑纹，额头王字威风凛凛，根本没把逃跑的狼放在眼里，目光锁定了空地中央渺小的人类，距离50米。赵铁柱喉咙发干，心脏狂跳，但他没退，他慢慢抬起枪口，套住老虎脑门，嘴角勾起疯狂的笑，大喊让所有人稳住，他不开枪谁也不许动。老虎被激怒，前爪刨地，身体下压，钢鞭般的尾巴烦躁甩动，他咆哮一声，带着腥风扑面而来，埋伏的柱子吓破胆，手里土枪砰一声走火，枪举打破。老虎被惊吓后暴怒，后腿猛蹬地，像离弦之箭腾空而起，不是扑向柱子，而是直奔赵铁柱。50米距离只需2-3个纵跃，赵铁柱大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没时间管住队友，血盆大口近在咫尺，生死就在这一瞬。血盆大口即将咬断脖子的瞬间，赵铁柱凭肌肉记忆打出一记顶门火，子弹擦着老虎左耳根钻入，带起血雾。老虎惨叫，庞大身躯猛地一歪，擦着赵铁柱头皮飞过，重砸在雪地上。赵铁柱顺势滚进满是枯叶的土坑。周德胜嘶吼让大家快开枪，民兵们早下软了手脚。受伤的老虎凶性大发，翻身血红眼睛锁定了大喊大叫的周德胜。老虎化作黄黑闪电直扑周德胜。刘国强惊呼让他小心，腥风扑面。周德胜下意识抬手挡，老虎一口咬穿棉大衣，咬碎了他右肩骨头。周德胜凄厉惨叫，驳壳枪掉地，老虎叼着他猛地一甩头，像破布娃娃一样甩起来，转身就往密林深处窜。捕猎成功，拖走进食，民兵乱作一团，喊大队长被叼走了。赵铁柱从土坑冲出，满身是血，眼睛红得滴血，大吼让所有人闭嘴，不想周德胜死就别开枪。他提着步枪顺着血迹像疯豹子一样追了上去，林子里风声呼啸，废像要炸开，追出2-3里地，断崖下乱石嶙峋。老虎停下松口，把奄奄一息的周德胜扔在地上，转身伏低身体，死死盯着赵铁柱，他要先解决麻烦再享用大餐。赵铁柱在30米外停下，大口喘气，手却稳如磐石，他咧嘴森冷一笑，慢慢抬起枪口。老虎绕着赵铁柱踱步寻找破绽，一人一虎死寂对峙。突然地上的周德胜呻吟一声，老虎以为猎物要跑，下意识回头，就是现在，赵铁柱扣动扳机，子弹打在老虎身前，雪地上溅起冰屑。老虎被激怒，咆哮一声，后腿蹬地，像炮弹般直扑赵铁柱。30米、20米，赵铁柱没退，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眼里只剩下那个越来越大的王字。10米，闻到腐肉味，赵铁柱大吼一声，扣动扳机，子弹精准钻进老虎右眼，贯穿大脑，庞大身躯在空中一僵，轰隆重砸在赵铁柱脚边不到2米处，四肢抽搐，嘴里喷出血沫。赵铁柱死死盯着，直到老虎咽气，才长出一口气，瘫坐在地。赵铁柱跌撞跑到周德胜身边，周德胜脸色苍白，肩膀骨头茬子都露出来了。赵铁柱倒上狼油，撕下内衬勒住伤口止血。周德胜费力睁眼看到死虎，问虎死了没有？赵铁柱说透透的，他命大。周德胜颤巍巍抓住赵铁柱的手，说这条命是他给，以后他们俩就是亲兄弟，换命的交情。赵铁柱让他少废话，留着力气回村吹牛。半小时后，刘国强带着民兵赶到，看到脑浆流一地的死虎，全都傻了眼。赵铁柱靠着石头，叼着枯草棍，怀抱步枪，眼神漠然，让他们抬上周德胜，把大猫也抬回去，蹄子弄坏了找他们算账。那一刻，所有民兵看赵铁柱的眼神都变了，像看一尊神。回村路上，赵铁柱走在最前面，虽然只穿单衣，却没人觉得他冷，更没人敢走在他前面。天亮回到杨树沟，全村沸腾，看着那头4-5个壮汉抬着都费劲的死老虎，人群炸锅。林大柱挤在最前面，挺直腰杆，大声告诉所有人那是他姑爷，打死老虎的是他姑爷。赵铁柱穿过人群，走到林秀兰面前，擦去她的泪珠，说哭什么？这不是回来了？回家，今晚吃虎肉。这一战，赵铁柱彻底在十里八乡出了名，二流子变成了赵爷。周德胜醒来后，把家里金白面和好酒送到林大柱家，放话赵铁柱是他亲兄弟。赵铁柱在杨树沟彻底站稳脚跟。就在他处理虎皮虎骨，准备换大钱盖房子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上了门。天刚蒙蒙亮，杨树沟大队部场院挤满了人，那口杀猪大锅滚水翻腾，煮的不是猪是虎。昨晚连夜剥皮剔骨，虎皮挂在旗杆下迎风飘荡，透着百兽之王的威风。村支书周汉明敲着大铁勺，笑得满脸褶，说今天过大年，托赵铁柱的福，让大伙尝尝大虫肉。村民们拿着碗伸长脖子，赵铁柱桌上摆着好酒和虎肉，林大柱挺直腰杆接受恭维，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他早看出赵铁柱是干大事的人。其实虎肉发柴像嚼木头渣，但吃的是那个劲儿，能壮胆辟邪。周汉明端酒敬过来，说昨晚没有赵铁柱，周德胜命就交代了。赵铁柱是大恩人。赵铁柱起身碰杯说分内的事。周汉明拍板说以后村里缺啥少啥直接开口，谁敢使绊子他饶不了。这算是官方认证，赵铁柱在杨树沟彻底没人敢惹。这时孙二赖蓬头垢面，瘸着腿想挤进来蹭汤喝，求周汉明给他也来一碗。周围村民像看苍蝇一样。周汉明脸一黑，大铁勺磕在锅沿上，骂孙二赖还有脸来，人家拼命他在偷肉欺负人，让他滚。2个民兵冲上去像拖死狗一样把孙二赖扔出门外，摔了个狗吃屎。村民哄笑，这就叫大事，成了英雄，跳梁小丑自然有人收拾。庆功宴散后，赵铁柱背着分到的虎肉和虎爪回家，刚进院，周德胜老婆钱秀梅正提着布袋子跟林秀兰拉扯，说周德胜让他送来的。虽然嘴上这么说，那脸拉得老长，眼神直瞟袋子，显然心疼那10斤金白面。赵铁柱咳嗽一声走过去，说既然是周队长心意就收下。钱秀梅见东西进了屋，脸上的光瞬间暗了，转身就要走。赵铁柱叫住他，掏出5-6斤重的野猪板油和一只虎爪塞进他怀里，说周队长受了伤要补身子，猪油炒菜虎爪炖汤对他肩膀有好处。钱秀梅傻眼了，这回礼太重了，猪油和虎爪可比白面金贵多了。他激动的笑成花，说放心，以后谁敢欺负林秀兰他撕了谁
谁的嘴。送走钱秀梅，林大柱啧心疼亏了。赵铁柱倒水淡淡说账不是这么算的，白面是周德胜还命的情分，收了就断了，但他回重礼，让周德胜欠一份还不清的人情。在村里过日子光有枪不行，得有人。林大柱竖起大拇指说高。林秀兰正用冰冷井水和劣质皂角搓洗赵铁柱的血衣，手冻得通红肿胀，伤口崩开渗血。赵铁柱心疼的拉起他，让他别洗了，扔了。林秀兰说扔了穿什么？没布票。赵铁柱说没布票就去这。他看着那双红肿的手，沉声说的用肥皂用雪花膏，家里缺的东西太多，光吃肉不行的，换钱换票。虎皮虎骨太扎眼不好出手。赵铁柱想起上一世带他入行的老猎人吴老根，手里有隐秘销货渠道，他让岳父装几10斤野猪肉。林大柱问又要出门，赵铁柱说进山找个贵人换点工业券和肥皂，再给林秀兰打2件像样皮草。林秀兰红着脸点头。下午赵铁柱背着行囊走进莽仓里，翻过2座山头，远处传来沉闷土冲声。赵铁柱嘴角勾起笑意，顺着声音摸过去，老榆树下穿着破羊皮袄腿脚有些瘸的老头正在清理枪管，正是吴老根。赵铁柱打了个招呼，夸他枪法不错。吴老根警惕抓起土铳，看到赵铁柱背上的50-60步枪和满身血腥气，眼神变了，那是同行看同行的眼神。他问赵铁柱是哪条道上的，赵铁柱没多话，把几10斤野猪肉咣当扔在面前，报上杨树沟赵铁柱的名号，说想跟他老人家打听个道。吴老根愣住了，他那双浑浊的老眼看了看地上的肉，又看了看赵铁柱，最后落在他背上那杆50-60步枪上。老头没伸手捡肉，吧嗒抽了2口旱烟，声音沙哑地说无功不受禄，这肉烫手。在莽仓岭猎人之间虽然互相帮衬，但也有规矩，平白无故拿人东西那是欠人情。吴老根虽然瘸了一条腿，日子紧巴，但那股子傲气还在。赵铁柱笑了笑也没客套，一屁股坐在对面石头上，把枪解下横放在膝盖上。他说这肉不是白给的，他指了指吴老根那条伸直的左腿，那是早些年在山里跟黑瞎子搏命留下的残疾。他说他爹叫赵山，活着的时候常念叨十里八乡的猎户理论枪法论硬骨头，没人比得过吴大爷。听到赵山这2个字，吴老根拿烟袋的手抖了一下，他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上下打量着赵铁柱，叹了口气说想这股子狠劲儿跟赵山年轻时一模一样。赵铁柱掏出昨晚剩下的小半瓶老烧刀递给他，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人总是要活明白的。他这次进山是为了给家里换点过日子的东西，想跟吴老根打听个道。吴老根接过酒瓶仰脖灌了一大口，脸瞬间红润不少。他咂摸了一下嘴，看着地上的野猪肉，又看了看赵铁柱那双真诚的眼睛，说行，这肉他收了，正好好久没见荤腥了。吴老根指了指西南方向的一条山沟，说翻过2个山头有一片被封的桦树林，前2天他在那下套子看见了一群梅花鹿，得有7、8只，领头的是个4叉的大公鹿。赵铁柱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梅花鹿全身都是宝，鹿茸是顶级药材，鹿血是大补，最关键的是那张皮，一张完好的梅花鹿皮拿到城里或县里能换大把工业券。林秀兰一直念叨的肥皂、雪花膏，甚至那台早就坏了的缝纫机，只要有了这张皮都有指望了。吴老根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敲了敲烟袋锅子，说那公鹿警惕得很，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跑没影了，他腿脚不行追不上，也就没去惊动，要是打就得一枪毙命，千万别打身子，皮子上有了窟窿眼就不值钱了。赵铁柱站起身冲吴老根抱了抱拳，说等他回来请吴老根喝酒。说完背起枪把野猪肉留给吴老根，转身朝西南方向大步走去。吴老根看着赵铁柱的背影，眼神里透着几分赞许又带着几分落寞，自言自语说赵山是个短命鬼，但这儿子是个狼崽子。离开吴老根，赵铁柱加快了脚步，那片桦树林地势低洼，背风向阳，冬天确实是鹿群喜欢待的地方。走了大概1个多小时，太阳已经偏西，赵铁柱放慢脚步，开始注意脚下痕迹。雪地上除了兔子和野鸡的爪印，偶尔能看到几个像羊蹄子一样但比羊蹄子大印的野生的脚印，是鹿，而且看脚印的新鲜程度，也就是2、3个小时前留下的。赵铁柱蹲下身，抓起一把雪搓了搓手，去掉汗味和火药味，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破白布，把枪管缠起来，只露出准心和枪口，防止枪管反光惊了猎物。做完这一切，他像只猫一样压低身子，顺着脚印慢慢摸了过去，翻过最后一个山头，前面豁然开朗，那是一片被雪覆盖的桦树林，稀疏的树干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林子中间有一条没冻实的小溪，还在冒着热气。赵铁柱没急着进去，他找了个下风口的位置，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的灌木丛里，举起枪仔细观察林子里的动静。10分钟、20分钟，赵铁柱趴在雪窝子里，身子都没动一下，身下的雪化成了水，浸透了棉裤，冰冷刺骨，但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呼吸平稳的像个死人。这就是猎人的基本功，跟猎物比耐心，谁先动谁就输。就在他感觉手脚都有点发麻的时候，林子边缘一棵大树后面探出了一个小脑袋，那是一只母鹿，身上布满白色梅花斑点，虽然是冬天，毛色依然光亮。他警惕地转动大耳朵，黑漆漆的眼睛四处张望。赵铁柱屏住呼吸，手指轻轻搭在扳机上，但他没开枪。杀鸡取卵的事他不干，打母鹿不划算，而且容易惊了整个鹿群。他在等那个大家伙。母鹿观察了一会儿，觉得安全了，低下头用蹄子刨开雪层啃食枯草，紧接着又有2、3只小鹿蹦蹦跳跳走了出来。最后真正的主角登场了，一头体型健硕的公鹿迈着优雅的步子从树林深处走出来。赵铁柱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这公鹿起码300斤，脖子粗壮，胸肌发达，最惹眼的是头顶那对巨大鹿角分了4叉，像2棵小树一样挺立着。虽然现在是冬天，鹿角已经骨化了，不是鹿肉，但拿回去熬胶也是好东西，哪怕当摆件也能卖不少钱。更关键的是那一身皮毛，金黄色底色点缀白斑，在夕阳下泛着油光，简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距离150米，对于50-60步枪来说是最佳射程，但这公鹿太机警了，走2步停一下，时不时抬头闻空气中的味道，甚至会突然盯着某个方向看半天。赵铁柱把枪口慢慢移动，准心套住公鹿的脑袋，打身子皮废了，打脖子万一打断颈动脉，血喷的到处都是，皮毛也毁了，只能打头，而且必须一枪爆头。他瞄准了公鹿左眼和耳根之间的太阳穴位置，只要打进去，子弹会瞬间绞碎大脑，连
挣扎的机会都没有。赵铁柱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半口，憋住，准心稳稳定格在目标上。一声清脆枪响打破了山谷的宁静。那头正在抬头张望的公鹿身体猛地一僵，连哼都没哼一声，4条腿瞬间失去支撑，直挺挺侧身倒在雪地上，砸起一片血雾。其他母鹿和小鹿被枪声吓得四散奔逃，钻进林子没了影。赵铁柱没管那些，保持举枪姿势，又观察了几秒钟，确信公鹿一动不动，才长出一口气，从雪窝子里爬起来。赵铁柱提着枪快步跑到公鹿身边，走近一看，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子弹不偏不倚，正好从左耳根子钻进去，连个大点的血窟窿都没留下。鹿头完好无损，鹿皮更是一点伤都没有。他伸手摸了摸温热的鹿皮，手感顺滑柔软，比粗糙的野猪皮强了100倍。他自言自语说：“林秀兰的雪花膏有着落了，不过这头公鹿太大了，少说300斤，一个人扛回去非把腰压断不可，而且离杨树沟还得翻2座山。”赵铁柱苦笑一声，没办法，只能用笨法子。他从腰里抽出杀猪刀，麻利给鹿开膛破肚，内脏掏空不要了，只留下鹿心和鹿肝，这2样补血得带回去给周德胜和林秀兰补补。掏空内脏，公鹿重量轻了不少，但也得有200斤。赵铁柱砍了几根手腕粗的树枝，用麻绳绑了个简易拖架，把鹿尸绑上，像拉雪橇一样拖着走。等到赵铁柱拖着鹿回到老榆树下时，天已经彻底黑了。吴老根早就走了，地上只留下一堆熄灭的篝火灰烬和几根啃剩的野猪骨头。赵铁柱歇了口气，吃了口干粮，喝了口血水，继续赶路。回程的路难走得很，好几次拖架卡在石头缝里，他得用肩膀硬顶出来。衣服被汗湿透了，又被风吹干，结成一层硬壳。等他看见杨树沟那点点灯火时，已经是后半夜了。整个村子静悄悄，只有偶尔几声狗叫。赵铁柱累得像条死狗，但心里的火是热的。他把鹿拖到自家院门口，翻墙进去，打开门栓，把鹿拖了进去。这动静把林大柱惊醒了。老头披着衣服，提着煤油灯冲出来，灯光照亮院子时，他差点又把灯摔了。他看着地上那头巨大的梅花鹿，尤其是那对在灯光下像树杈一样的鹿角，整个人都傻了。赵铁柱累得一屁股坐在鹿身上，大口喘气，咧嘴一笑，让他别大惊小怪，这是梅花鹿能换大钱的宝贝。林秀兰也披着棉袄出来了，看着满头大汗、浑身是泥的赵铁柱，心疼坏了，赶紧拿毛巾给他擦汗。赵铁柱抓住林秀兰的手，按在鹿皮上。林秀兰愣了一下，手底下那种顺滑温暖的触感让他瞪大了眼睛，问这是什么皮子这么软乎？赵铁柱说是梅花鹿皮，这张皮他不打算卖，回头找个老裁缝给他做件皮袄子，以后十里八乡的娘们谁也没他穿的体面。林秀兰的脸疼得红了，说这怎么行，这得换多少钱？他穿那是糟践东西。赵铁柱霸道的打断他说，他说行就行，钱他会去挣，但好东西得先紧着自己媳妇用。林大柱在旁边听得直咂舌，但也没反对。现在这个家赵铁柱说一不二。赵铁柱站起身，让岳父赶紧烧水把鹿收拾了，鹿肉留点尝鲜，剩下的得卖，鹿角得小心锯下来，别弄坏了。一家人又是一通忙活，等把鹿收拾利索，天都要亮了。赵铁柱看着挂在墙上的鹿皮和摆在桌上的鹿角鹿肉，心里开始盘算下一步。这些东西在村里是硬通货，但也就是换点粮食。要想真正发家换到工业券和紧俏物资，得进城，而且得找个懂行的敢收这种野货的人。赵铁柱脑子里闪过一个人，那是上一世他在县城黑市里认识的一个狠角色，人称五爷。那家伙专门收山货，路子也得很，手里握着大把的工业券和外汇券。但五爷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脾气古怪，一般人根本搭不上话。赵铁柱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子，看来明天得去趟县城了。这次去不仅要卖货，还要把这条财路铺平了。他让岳父明天去大队部开个介绍信。林大柱问去哪，赵铁柱说进城送货。他眼神闪烁，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说山里的好东西得让城里那些大老爷们开开眼，顺便给家里换个大件回来。林大柱眼睛亮了，问什么大件？赵铁柱吐出3个字：缝纫机。林秀兰正在切肉的手猛地一顿转过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缝纫机，那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是全村妇女最眼红的嫁妆，也是他结婚时最大的遗憾。赵铁柱走过去，轻轻擦去他的眼泪，说他说过只要他跟着他，以前缺的他一样样都给他补回来。这才哪到哪，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天还没亮，赵铁柱就醒了。他轻手轻脚下炕，看了一眼熟睡的林秀兰和女儿。林秀兰的手上还沾着昨晚涂的狼油，裂口已经开始结新痂了。赵铁柱给娘俩掖了掖被角，转身走到堂屋。林大柱已经起了，蹲在灶台边烧火热昨晚的鹿肉汤。老头把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端到赵铁柱面前，又从怀里掏出一张折了好几折的纸递过来，说介绍信开好了，昨晚去周汉明家盖的章。赵铁柱接过介绍信揣进怀里，端起碗3口2口把肉汤喝了个精光。他抹了抹嘴，站起身，把提前包好的鹿角和一部分鹿肉装进麻袋扎紧，背在肩上掂了掂分量。林大柱跟到门口搓着手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忍住，小声说缝纫机那东西金贵得很，光有钱还不行的，有工业券，让赵铁柱别太勉强，换点粮食布票回来就行。赵铁柱回头看了一眼还在睡的林秀兰，声音不大但硬得像铁，说他答应他的事就一定办到。说完大步出了门，从杨树沟到县城得走40多里山路。赵铁柱背着几十斤的麻袋，腰别杀猪刀，步子又快又稳。深秋的莽苍岭层林尽染，但赵铁柱没心思看风景，他脑子里反复盘算着怎么找到五爷，怎么开口，怎么把价钱谈上去。上一世他认识五爷的时候已经穷途末路，被人当叫花子一样看。五爷这人吃软不吃硬，你越跪着求他，他越瞧不起你，但你要是拿出真本事让他看到力，他比谁都爽快。赵铁柱摸了摸麻袋里那对4叉鹿角，心里有了底，这东西在县城黑市上少说值30块，顶一个工人1个月工资，再加上鹿肉和之前攒下的虎骨粉，凑一台缝纫机的钱和券应该够了。关键是得让五爷看到他不是一锤子买，而是长期稳定的供货源头。莽苍岭这么大的山，只要有枪有胆有手艺，好东西取之不尽。临近中午，赵铁柱到了县城，这是他重生后第一次进城，街上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国营商店门口排着长队，供销社柜台前挤满了拿着各种票据的人。赵铁柱没往那边凑，直接拐进了东关大街后面的一条窄巷子。这条巷子白天看着冷冷清清，几个老头蹲在墙根下起晒太阳，但赵铁柱知道这里是县城最大的黑市，那些蹲着的老头
有一半是放哨的眼线。他走到巷子尽头一家挂着修钟表招牌的小铺子前面停下，铺子门半掩着，里面传来收音机吱吱呀呀的声音。赵铁柱没进去，而是在门口站定，从兜里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拍了拍身上的麻袋，不紧不慢地等着。不到2分钟，铺子里探出一个尖下巴的瘦子，上下打量了赵铁柱一眼，问他找谁。赵铁柱说找五爷，说有莽苍岭的山货，想请五爷长眼。瘦子眼神闪了闪，让他在这等着，转身钻进铺子。过了大约1刻钟，瘦子带着赵铁柱7拐8拐进了一个茶馆后院。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正中间一张八仙桌，上面摆着茶壶、茶碗和一盘花生米。八仙桌后面坐着个50来岁的精瘦老头，穿着洗得发白淡江的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双三角眼半睁半闭，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审视。这就是五爷。赵铁柱把麻袋放在桌前，没急着打开，先给五爷恭恭敬敬鞠了一躬，说久仰五爷大名，今天冒昧登门，带了点山里的土货，请五爷赏个脸。五爷眼皮都没抬，端起茶碗吹了吹，慢悠悠说：山货他见得多了，没点真东西就别浪费他的茶叶。赵铁柱也不恼，弯腰解开麻袋口，先掏出用油纸包好的鹿肉摆在桌上。五爷的眼线瘦子凑过去闻了闻，眼神一亮，低声说：五爷这是鹿肉，新鲜的。五爷这才微微睁开眼看了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说鹿肉不稀罕，让他拿点真本事出来。赵铁柱笑了笑，从麻袋底部双手捧出那对4叉鹿角，轻轻放在八仙桌上。灯光下那对鹿角骨质细腻，色泽温润，4个分叉匀称饱满，每一根都有小臂长，哪怕不是鹿茸这品相的古画角也是上等货色。五爷的三角眼终于完全睁开了，他放下茶碗，伸出枯瘦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鹿角表面，指腹感受着上面细密的纹路。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抬头重新打量赵铁柱，问他这东西哪来的。赵铁柱说莽苍岭深处他自己打的，一枪爆头，皮子完好无损。五爷眼里闪过一丝金光，问皮子在哪。赵铁柱说皮子留在家里了，今天先带鹿角和肉来探探路。他顿了顿，从怀里又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研磨成粉的虎骨。五爷的呼吸明显急促了一下，他用小指蘸了一点虎骨粉放在舌尖上品了品，随即眼神大亮，问赵铁柱是不是就是前阵子在杨树沟打死老虎的那个愣头青。赵铁柱说是他。五爷站起身，绕着赵铁柱转了一圈，像在审视一匹好马。他重新坐下来，倒了杯茶推到赵铁柱面前，语气比刚才和缓了不少，说坐下说话。赵铁柱也不客气，接过茶碗喝了一口，坐在对面。五爷开门见山问他想要什么。赵铁柱竖起一根手指说一台密封牌缝纫机。五爷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他说缝纫机不难弄，但得要工业券，一台缝纫机连券带钱少说150块。他问赵铁柱光凭这点东西想换一台缝纫机是不是想得太美。赵铁柱摇头说他不是一锤子买卖，他是莽苍岭的护林员，手里有枪有弓有手艺。莽苍岭方圆百里的山头他比谁都熟，他能稳定供货，野猪鹿狍子獾子狐狸什么都有。他要的不光是这一台缝纫机，他要的是一条长期合作的路子。五爷没说话，手指在桌面上敲了好一会儿，他盯着赵铁柱的眼睛看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说他这个人有意思。五爷伸出3根手指说鹿角他出30块，虎骨粉出50块，鹿肉出15块，一共95块。缝纫机他帮忙弄，工业券的差价算他的，但赵铁柱得欠他一个人情，以后每个月至少送一趟山货过来，价钱好商量，淡货不能断。赵铁柱心里飞快盘算了一下，95块加上五爷店的工业券差价，这台缝纫机等于到手了，而且搭上了五爷这条线，以后山货变现就有了固定渠道。他端起茶碗一口干了，伸出手说成交。五爷握住他的手，枯瘦的手劲儿却大得惊人，笑着说跟聪明人做买卖痛快。下午五爷带着赵铁柱去了国营百货商店，走的不是前门，而是后门。五爷跟仓库管理员嘀咕了几句，那管理员看了看工业券和钱，点了点头，领着2人进了仓库。仓库角落里摆着2台崭新的密封牌缝纫机，铁黑色的机身擦得锃亮，脚踏板上的漆都没磨。赵铁柱走过去蹲下身，伸手摸了摸那冰凉光滑的机身，手指划过金色的密封商标，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想起林秀兰每次路过村里那台公用缝纫机时眼巴巴的神情，想起他用粗针大线手缝棉袄时被扎得满手针眼的手指，想起他说缝纫机那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赵铁柱站起来拍了拍手说就这台，扛着70、80斤重的缝纫机走40里山路，这活搁谁身上都够呛。但赵铁柱愣是一步没歇，天黑前赶回了杨树沟。他没走村里的大路，专挑小道走，不是怕人看见，是怕在路上耽搁时间。他想赶在林秀兰睡觉前把东西搬进屋，看看她的表情。赵铁柱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院子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林秀兰坐在门槛上的鞋底等他，怀里的女儿已经睡着了。看见赵铁柱的身影，林秀兰站起来迎上去，刚要开口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晚，目光落在他肩上扛着的大家伙上，愣住。赵铁柱把缝纫机轻轻放在院子里的磨盘上，大口喘着气，汗水湿透了后背。他直起腰冲林秀兰咧嘴一笑，说媳妇看看这是啥。林秀兰把孩子递给闻生出来的林大柱，颤抖着双手凑到煤油灯跟前。当他看清那个铁黑色的机身和金色的密封商标时，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他的嘴唇哆嗦着，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伸出那双涂着狼油结着新家的手，轻轻碰了碰缝纫机的转轮，又缩回来，好像怕碰坏了。林大柱在后面看清了东西，手里的烟袋锅子啪嗒掉在地上，嘴巴张得老大，半天合不拢。林秀兰转过身看着赵铁柱，哭得说不出话来。赵铁柱走过去把他揽进怀里，下巴搁在他头顶，声音低沉温柔，说别哭，说过的话就算数，以前欠他的他一样样补回来。林秀兰把脸埋在他胸口，肩膀一抽一抽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眼泪糊了一脸，却笑了。他说他信，他一直都信。林大柱手忙脚乱帮着把缝纫机搬进屋，放在炕边最亮堂的位置。3个人围着缝纫机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谁也舍不得走开。林秀兰坐在缝纫机前，试着踩了2下脚踏板，机针上下跳动，发出哒哒哒的清脆声响。他抹了把泪，笑着说这声音真好听。林大柱蹲在旁边直抹眼泪，嘟囔说他闺女总算熬出头了。赵铁柱靠在门框上看着这一幕，心里又酸又暖。上一世林秀兰到死都没等到这台
台缝纫机，连一件像样的新衣服都没穿过。这一世他拼了命也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他走过去，蹲在林秀兰身边，拉起她的手，翻过来看了看。裂口结的新家已经不渗血了，狼油确实管用。他说等手好利索了，他想做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不料他来想办法。林秀兰点头点得像小鸡啄米，眼睛亮晶晶的。赵铁柱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漆黑的莽仓里。缝纫机只是个开头，以后要办的事还多着呢。盖房子、置地、给岳父养老、让闺女上学，一样都不能少。五爷那条线搭上了，每个月稳定送货，钱和票就能源源不断。等攒够了本钱，他还要干更大的买卖。这座大山就是他的金山银山，钱是他暴殄天物。这一世他要把每一分都攥在手里。屋里传来林秀兰哒哒哒踩缝纫机的声音和林大柱哈哈的笑声。赵铁柱嘴角勾起一抹笑，转身回屋，把门关严实了。外面北风呼啸，屋里却暖得像春天。炕上孩子睡得香甜，林秀兰摆弄着她的宝贝缝纫机，爱不释手。林大柱蹲在灶边热着鹿肉汤，哼着走调的小曲儿。赵铁柱坐在炕沿上擦枪，煤油灯的光映在他脸上，半明半暗。这个曾经的二流子、窝囊废，被人戳脊梁骨的上门女婿，如今眼里全是光。他擦完枪，把子弹一颗颗压进弹仓，咔嗒咔嗒的声响和缝纫机的哒哒声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守护的声音，一个是希望的声音。日子才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天刚蒙蒙亮，鸡都还没叫2遍。杨树沟村口一老一少两个身影正推着一辆借来的独轮车，吱呀吱呀的往县城方向赶。车上堆得满满当当，用好几层破麻袋盖着，还用草绳捆了个结实，看起来像是去城里送柴火。其实底下藏着的全是赵铁柱拼了命换来的硬通货，几十斤梅花鹿肉，2根虎骨，还有那张刚剥下来削制了一半的梅花鹿皮。至于那张扎眼的虎皮他没带，那是镇宅的宝贝，轻易不能露白。林大柱在前头拉着车绊子，呼哧带喘，脑门上全是汗。他声音压得极低，跟做贼似的，一边走一边回头瞅，说这可是投机倒把，要是被抓住了得蹲巴黎子。赵铁柱在后面推着车把，一脸淡定，说这不是投机倒把，是互通有无。城里人缺肉吃，他们缺钱花，各取所需。再说了，他们找的那个人是县城里的地头蛇，在那片地界上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林大柱虽然心里打鼓，但这几天赵铁柱干的事一件比一件邪乎，还都成了。他对这个女婿现在是又怕又服。走了3个多小时，日头高照，县城的轮廓终于出现在眼前。赵铁柱没带林大柱去供销社，也没去农贸市场，推着车7拐8拐钻进了一条叫耗子尾巷的窄巷子。巷子又脏又臭，地上全是泔水和烂菜叶子，两边是摇摇欲坠的危房。林大柱越走越心慌，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阴森森的？赵铁柱说到了，他在一扇漆黑的破木门前停了下来。这门看着不起眼，连个门牌号都没有，但这扇门后面就是整个县城最大的地下黑市盘口。赵铁柱走上前，抓起门环，不轻不重地扣了3下，一长两短，这是切口。门里传来一个公鸭嗓子，带着几分警惕，问谁？赵铁柱压低声音说山里来的，给五爷送点野味尝尝。里面问是兔子还是野鸡？赵铁柱只吐出2个字：大猫。门里瞬间安静了。过了几秒，门上的小窗被拉开，一只浑浊的眼睛滴溜溜的转着，死死盯着赵铁柱和林大柱。看清赵铁柱那张沉稳的脸，还有那辆盖得严严实的独轮车后那只眼睛眯了眯。沉重的木门开了一条缝，刚好够推车进去。开门的是个瘦得像猴一样的年轻人，穿着件旧甲，可手里把玩着一把蝴蝶刀，这就是五爷的手下马杆。赵铁柱推着车进了院子，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正房门口摆着一张太师椅，上面坐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这人穿着一身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里盘着2颗核桃，长得慈眉善目，看着像个教书先生，但那双偶尔闪过金光的眼睛却透着股让人不寒而栗的狠劲。这就是五爷。五爷停下手里的核桃，上下打量着赵铁柱，说面生啊，问是不是真带了大猫。赵铁柱没废话，直接掀开麻袋一搅，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和草药味飘了出来。他从里面拎起一根粗壮的腿骨，那骨头白惨惨的，虽然剔了肉，但依然能看出猛兽特有的粗犷和硬，关节处大的吓人。他说五爷是行家，这东西真不真一眼就能看出来。五爷像是被针扎了一样，蹭地站起来，几步走到车前，接过那根骨头。他掂了掂，又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最后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断肠处。五爷倒吸一口凉气，说是好东西，真是虎骨，而且是刚杀没2天的成年雄虎。他猛地抬头盯着赵铁柱，眼神变得热切，甚至有些贪婪，问他这东西哪弄的。赵铁柱笑了笑，把骨头拿回来，重新放回车上盖好，说运气好碰上的，规矩他懂，不问出处。他请五爷给这一车东西长长眼。五爷深深看了赵铁柱一眼，这年轻人面对他既不卑不亢，又懂规矩，还敢带着这种要命的好东西直接找上门，这得是多大的胆子和底气。五爷哈哈一笑，让马杆搬凳子倒茶，说兄弟既然看得起他，那他也不能让兄弟吃亏，问这一车东西想怎么换。赵铁柱坐下没喝茶，直接竖起3根手指说钱，他要300。林大柱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地上，这年头一个壮劳力干1年也就挣个110来块，300块是天文数字。五爷眉头皱了皱，盘着核桃没说话。赵铁柱接着说，除了300块钱，还要1张缝纫机票，10张工业券，20斤全国通用的粮票，另外再弄2盒红塔山。林大柱手里的茶碗掉了，缝纫机票、工业券那是多少人打破头都抢不到的宝贝。五爷的脸色沉了下来，盯着赵铁柱说，他狮子大开口，虎骨是好东西，但这价钱在县城都能买套房了，问他不怕撑着。气氛瞬间紧张起来，马杆手里的蝴蝶刀也不转了，眼神阴恻恻地盯着赵铁柱的脖子。赵铁柱像是没感觉一样，依然笑眯眯的。他慢悠悠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轻轻放在桌子上，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根风干了一半的黑乎乎的东西，看着像根枯树枝。五爷一看到这东西，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呼吸瞬间变得粗重无比。那是虎鞭，真正的完整的虎鞭。在这个年代，对于那些有钱有权但身体不行的大人物来说，这东西就是命，多少钱都买不到。赵铁柱把虎鞭往五爷面前推了推，说这东西加上那一车虎骨和鹿肉，换五爷那点票和钱，他觉得亏吗？他要是拿到省城去，那些大领导怕是抢着给他送钱。五爷死死盯着那根虎鞭，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下，他知道自己被这小子拿捏住了。这东西要是到了他手里，转手卖给那位一直求要的县纪委会副主任，得到的人情和好处可比这点钱
钱和票值钱多了。五爷猛地一拍大腿说成交，他让马杆去账房拿钱，把他那张缝纫机票也拿来。马杆有点犹豫说那可是留给别人的。五爷一瞪眼让他快去。没多大一会儿，马杆拿着一叠大团结和一沓花花绿绿的票证出来了。五爷亲自点好钱和票推到赵铁柱面前，让他点点。赵铁柱连数都没数，直接揣进怀里，说五爷的信誉他信得过。这一手又让五爷高看了几眼。五爷递过来一根烟，亲自给赵铁柱点上，说以后有好东西直接送他这来，只要敢送他就敢收。赵铁柱报上杨树沟赵铁柱的名号，说好说。除了耗子尾像林大柱，整个人都是飘的。他摸了摸怀里那厚厚一叠大团结，感觉像是在做梦。300块钱还有那些票，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赵铁柱推着空车心情大好，说这才哪到哪，让岳父跟他去百货大楼把缝纫机扛回家。百货大楼2楼是卖大件的，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缝纫机，俗称3转一响。柜台前围满了人，大多是只看不买。一个穿白衬衫、烫着卷发的女售货员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眼皮都不抬，骂看热闹的人买不起，别摸坏了赔不起。林大柱看着那台摆在最中间的密封牌缝纫机，黑漆漆的机身，金色的花纹锃亮的大轮子，眼睛都直了。他伸出手想摸摸，却被女售货员一瓜子劈吐在脚边，说让他把脏爪子拿开，这是紧俏货，150一台，还得要票。问他有吗就敢摸。林大柱吓得赶紧缩回手，一脸尴尬。就在这时，一只大手伸过来，直接把一张盖着红章的缝纫机票和一叠崭新的大团结啪的一声拍在柜台玻璃上。赵铁柱站在林大柱身前，冷冷地看着那个势利眼的售货员，说来一台就要这台密封牌的，问这钱他也嫌脏。女售货员被这气势吓了一跳，她低头一看那张票，再看那叠钱，眼珠子都快掉出来。这年头能随手拿出100多块钱和缝纫机票的人，那都不是一般人。他那张冷脸瞬间堆满了谄媚的笑，手忙脚乱的开票收钱，态度恭敬的不行。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发出一阵羡慕的惊叹。林大柱听着议论，看着刚才横眉冷对的售货员，现在点头哈腰的样子，腰杆子瞬间挺直了。活了一辈子，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扬眉吐气过。爷俩扛着缝纫机，在全场羡慕的目光中大摇大摆走了出去。百货大楼回村路上，林大柱推着独轮车，车上绑着崭新的缝纫机，还有买来的几块花布，2大包雪花膏，几斤水果糖。老头也不觉得累了，脚底下跟踩了风火轮似的，嘴里还哼着走调的小曲。他回头问赵铁柱说，林秀兰看见这缝纫机得乐成什么样？赵铁柱笑着说，肯定乐得睡不着觉。快到杨树沟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远远就能看见村口的大柳树下站着一群人。等到走进了有眼尖的村民，大喊一声说是缝纫机，崭新的密封牌缝纫机，是林大柱和他姑爷。这一嗓子把半个村子都惊动了，大伙呼啦围上来，一个个眼珠子瞪得溜圆，伸手摸着那冰凉的机身，就像在摸金元宝。林大柱昂着头，一脸得意的拍着车把，说什么发财啊，这就是他姑爷心疼林秀兰，说是给他买个玩具解闷。100多块钱的大件当玩具，村民们嫉妒的不行，人群分开一条缝。林秀兰抱着孩子，一脸焦急的跑过来，她在家里一直担心爷俩出事，鞋都没穿好就跑出来了。当她看到车上那台黑得发亮的缝纫机时，整个人僵在原地，眼泪哗的一下涌了出来。她捂着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赵铁柱走过去，轻轻把她搂进怀里，也没管周围那么多双眼睛。他说别哭，他说过给她买就一定给她买，回家今晚就是新机器给她做件最漂亮的新衣裳。林秀兰用力点着头，哭得像个泪人，但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就在全村人都在羡慕林大柱家的时候，人群角落里有一双阴毒的眼睛正死死盯着那台缝纫机和赵铁柱得意的背影，是孙二赖。他那只断了的手还吊着绷带，肿胀的脸上满是怨毒和贪婪。他阴恻恻地嘀咕着说，赵铁柱等着有钱买缝纫机，看他有没有命享。说完转身钻进了黑暗里，他要去干一件能让赵铁柱家破人亡的大事。这一宿林秀兰真的没怎么睡，那台崭新的密封牌缝纫机就摆在屋里最显眼的位置，擦得锃亮，上面的金色花纹在煤油灯下闪着光。他一会儿起来摸摸机头，一会儿又踩2下踏板，听那哒哒哒的清脆声响，脸上傻了，跟个刚得了糖的孩子似的。赵铁柱也没拦着他，只是躺在炕上听着这声音，心里踏实。这就是过日子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林大柱家的破院门就被挤破了。昨晚赵铁柱推着缝纫机回来的是经过一宿的，叫比原子弹爆炸还轰动。7大姑8大姨还有那一帮平时眼高于顶的小媳妇老娘们全都涌进了屋，围着那台缝纫机看稀罕，一个个惊叹真漂亮，黑漆发亮，说密封牌得150，6还得要票，夸林秀兰命好，嫁了个这么能干的男人。林秀兰被人围在中间，脸红扑扑的，手里拿着赵铁柱买回来的花布，正在裁衣服。她手很巧，以前是没工具，现在有了机器，更是如鱼得水。她熟练穿针引线，脚下一踩踏板，缝纫机欢快转动，针脚细密均匀，2块布转眼就拼在一起。周围一片惊叹，那些以前看不起林秀兰背地里嚼舌根说她是头贴货的女人，现在一个个羡慕的眼睛发绿。林大柱蹲在门口抽烟，腰杆子挺得恨不得把天戳个窟窿，吆喝着让大家别挤，别把机器摸坏了，想做衣服的排队。赵铁柱没在屋里凑热闹，他坐在院子里的磨盘上，正在擦拭那把杀猪刀，刀锋雪亮映出他那双沉静的眸子。热闹是热闹，但他心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财不露白这道理谁都懂，但在农村很难藏得住。昨天那300块钱还有这台缝纫机，就像一块肥肉扔进了狼群里，哪怕有死老虎的威慑力，也保不齐有恶急眼心黑手狠的亡命徒铤而走险。尤其是昨晚孙二赖那个眼神，赵铁柱太熟悉那种眼神了，那是毒蛇吐信子钱，眼神阴狠贪婪，不计后果。他眯了眯眼，把刀插回鞘里，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今晚怕是不太平。夜深了，热闹了一整天的杨树沟终于安静下来。冬天的风像是鬼哭狼嚎，拍打着窗户纸哗哗作响。林秀兰和孩子已经睡熟了，林大柱呼噜打得震天响，老头今天真高兴坏了，多喝了2盅睡的死沉。赵铁柱没睡，他穿着衣服合衣躺在炕烧，那杆50-60步枪就放在手边，但没上膛。在屋里开枪动静太大，容易吓着孩子，也容易误伤。比起枪，在这种狭窄的黑暗环境里，他更信任手里的刀，还有那把藏在枕头底下的铁锤。大概凌晨2点多，正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村东头的狗突然叫了一声，但紧接着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脖子，发出一声呜咽，再没动静了。赵铁柱猛地睁开
开眼，来了。他翻身下炕，动作轻得像只猫，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光着脚贴着墙根站好，手里紧紧握着那把杀猪刀，呼吸瞬间放缓，整个人融进了黑暗里。院子里传来极轻微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听声音至少有3个，脚步虚浮但有些章法，不像普通庄稼汉，倒像是经常干偷鸡摸狗勾当的惯犯。院门被轻轻推开，门轴早就被赵铁注上了猪油，这会儿只有一点点动静。3个黑影像鬼魅一样溜了进来，领头的身材瘦小，吊着一只胳膊，那猥琐的身形化成灰，赵铁柱也认得孙二赖。他身后跟着2个彪形大汉，一个拿着长管土猎枪，一个拿着把砍刀。这俩人赵铁柱没见过，看打扮不像杨树沟的道相，是县城那边混街面的盲流子。拿砍刀的大汉压低声音问孙二赖：“那小子真有钱？”孙二赖声音里透着狠毒，说：“废话，缝纫机是不是新的？昨天他还买了300块钱的货，钱都在那个老头怀里揣着呢。”他管那个拿砍刀的叫虎子，说一会儿进屋，男的直接废了女的，给他们乐呵乐呵。那个叫虎子的啐了一口唾沫，说只要有钱杀人都成。3人摸到了正屋门口，门是从里面插上的。虎子从怀里掏出一把薄薄的铁片子，顺着门缝插进去，熟练的拨弄门栓。这手法一看就是老手，门栓咔嗒一声开了。虎子得意的回头冲同伴使了个眼色，然后轻轻推开房门，一股暖气夹杂着肉香味扑面而来。虎子第一个钻进去，举着砍刀，眼神凶狠的扫视屋内。就在他半个身子刚探进屋门的一瞬间，黑暗中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像铁钳一样猛地从门后伸出来，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还没等虎子反应过来，一股巨力袭来，赵铁柱没给他任何发出声音的机会，单臂发力直接把他拽进屋里，紧接着膝盖猛地向上一顶，结结实实顶在虎子肚子上。虎子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胃里的酸水差点喷出来，整个人瞬间失去反抗能力，软得像滩烂泥。赵铁柱顺势一记手刀劈在他后脖梗上，虎子连哼都没哼一声，白眼一翻昏死过去。整个过程不到2秒钟，行云流水。外面的2个人只觉得眼前一花，虎子就不见了。后面拿土枪的汉子察觉不对，端起枪就要往里冲，一道寒光从屋里飞了出来，那把磨得飞快的杀猪刀精准地扎在土枪的木托上，震得那汉子虎口发麻，枪直接掉在地上。紧接着一个黑影从屋里扑出来，像一头下山的猛虎。那汉子还没来得及捡枪，就被赵铁柱一脚踹在胸口，这一脚是大力沉，直接踹断了他2根肋骨。汉子惨叫一声，向后飞出2-3米远，重重砸在院子里的磨盘上，当场喷了一口血，爬不起来。转眼间2个帮手全废了，只剩下吊着胳膊的孙二赖孤零零站在院子中间，他手里拿着把剔骨刀，哆哆嗦嗦地指着赵铁柱，那张肿胀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他是真没想到赵铁柱竟然这么狠这么快。赵铁柱慢慢直起身子，从地上捡起那把杀猪刀，在袖子上擦了擦。月光下他的脸阴沉的可怕，嘴角挂着一抹残忍的冷笑。他说：“孙二赖看来那只手没断干净，是不长记性。”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孙二赖一步步后退，直到退到墙角，退无可退。他绝望之下搬出了自以为最大的靠山，喊着说：“这俩可是县城五爷的人，赵铁柱要是敢动他们，五爷饶不了他。”他昨天去县城看伤，正好碰见这俩在黑市混饭吃的小流氓，一顿酒肉就把人忽悠来了，说村里有个肥羊抢了钱平分。他想着借五爷的名头，赵铁柱就算再狠也得掂量掂量。赵铁柱听到五爷2个字，脚步停住了。孙二赖一看有戏，立马又来了精神，狞笑着说：“怕了吧，那可是五爷的人。”让赵铁柱识相，赶紧把钱拿出来，再磕3个响头，把缝纫机也交出来。赵铁柱没等他说完，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这一巴掌直接把孙二赖剩下的话全抽回肚子里，连牙都打飞了2颗。赵铁柱冷笑着走过去，踢了一脚那个还在昏迷动，说：“就这俩货色也配说是五爷的人？给五爷倒夜壶的都不配。”他一把揪住孙二赖的领子提了起来，眼神冰冷的盯着他，说：“孙二赖以为搬出个五爷就能吓住他，问他信不信现在就把他们3个宰了埋在后山，五爷连个屁都不会放。”孙二赖看着赵铁柱那双充满杀意的眼睛，终于彻底崩溃了，跪地求饶说他错了，再也不敢了。这时屋里的林大柱也被动静吵醒了，老头提着煤油灯颤巍巍出来，一看院子里躺着2个人，还有一个跪在地上求饶，吓得差点把灯扔了。赵铁柱淡淡说：“没死就是睡着了。”他回头看了一眼林大柱，又看了看那2个躺在地上的废物，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既然孙二赖敢带人上门行凶，就得让他付出代价，而且这事还得闹大，让所有惦记他家那点钱的人都看看惹了赵铁柱是什么下场。他让岳父去拿绳子把这3个货款结实了，然后去把大队长还有村支书全叫来，就说家里遭了强盗，人赃并获。半个小时后，杨树沟大队部灯火通明，周德胜披着大衣，脸色铁青坐在椅子上，村支书周汉明也是一脸怒容，手里的烟袋锅子敲得桌子震天响。院子里，孙二赖和那2个外村大汉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冻得瑟瑟发抖。那2个大汉已经醒了，一看这阵势，特别是看到旁边那个手里提着杀猪刀、一脸煞气的赵铁柱，哪还敢硬气？还没等审，这俩软骨头就全招了，说是孙二赖叫他们来的，说这家刚发了财，有几百块钱，还有缝纫机，抢了平分。他们说只想弄点钱花花，没想杀人，把孙二赖卖了个干干净净。周德胜气得冲上去，一脚把孙二赖踹翻在地，骂他平时偷鸡摸狗也就算了，现在居然勾结外村流氓持刀入室抢劫。孙二赖面如死灰，瘫在地上像滩烂泥，他知道这回彻底完了。赵铁柱把玩着手里的杀猪刀，声音不大，却让全场安静了下来。他说他是护林员，也是村里的人，在外面拼死拼活给村里除害，给大伙争光，结果回到家连个安稳觉都睡不着。今天也就是他警醒，要是换了别人家，是不是就被这帮畜生给灭门了？这话一出，周围围观的村民一个个后背发凉，群情激愤，有人喊必须严惩送派出所，有人喊把孙二赖赶出村子。周汉民站起身，大手一挥，说送公社派出所连夜送去，这是性质太恶劣了，必须定成典刑，判他个10年8年。孙二赖一听这话，两眼一翻，直接吓晕了过去。处理完孙二赖的事，天已经快亮了。赵铁柱回到家，林秀兰还在灯下等着，眼睛红肿，显然吓坏了。看到赵铁柱平安回来，他扑进他怀里，身子还在微微发抖。赵铁柱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说：“没事了，那几只苍蝇以后再也飞不进来了。以后这杨树沟他们横着走。”经过这一夜，赵铁柱在村里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不仅能打老虎，还能抓强盗，不仅有钱还有手段。现在谁见了他，眼神里都带着12分的敬畏。日子终于安稳了下来。
接下来半个月，赵铁柱没有再进山冒险，就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林秀兰的手在狼油滋润下裂口早就好了，皮肤变得白嫩细腻，根本看不出以前受过那样的苦。她穿着赵铁柱找吴老根帮忙削制好的鹿皮做成的小马甲，坐在缝纫机前踩得飞起。赵铁柱也不闲着，他把上次从黑市换来的工业券和钱整理了一下，现在家里大件有了，粮食也不缺，但他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这天晚上吃完饭，赵铁柱把林大柱叫到跟前，说想商量个事。林大柱说他现在对赵铁柱是言听计从，让他说。赵铁柱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铺在桌上，那是他这几天画的一张草图。他说这破房子漏风漏雨，冬天太冷，夏天漏水，他想把这房子推了。林大柱一惊问那住哪？赵铁柱指着那张图，眼神里闪烁着光芒，说推了盖新的，盖5间大瓦房，再起个大院墙，院子里打口井，再盖个猪圈鸡窝。他要让十里八乡的人都看看，他们家也能住上比城里人还好的房子。林大柱看着那张图手都在抖。大瓦房那是地主老财才敢想的事。他问这得多少钱？赵铁柱摸了摸兜里剩下的200多块钱，虽然盖房还差点，但他有路子。他说山里的雪还没化，野牲口正是缺食的时候，他打算明天再进一趟山，这一次要干票大的，干完了开春就动土。然而赵铁柱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筹划着盖新房的时候，在县城某个阴暗角落里，五爷正拿着一根孙二赖进局子前托人送出来的断手指头信物，眯起了眼睛。五爷念叨着赵铁柱的名字，说杨树沟的猎户有意思，拿了他的钱还敢动他名义上的人。他盘着手里的核桃，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说看来得去会会这个能打死老虎的年轻人了。这莽苍岭的这盘棋也是时候换个下法。莽苍岭的深冬雪没过膝盖，赵铁柱一个人趴在老熊沟的一棵老树杈上，眼睫毛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他在等，这地方是他上辈子记忆里的一个隐秘点。这棵3人合抱不过来的老椴树树干中间空了个大洞，那就是熊瞎子的天仓，里面那头黑熊已经在里面睡了整整一个冬天。这时候的熊一身膘最后熊胆最饱满，尤其是那颗金胆在黑市上能换一辆大卡车。要想盖起那5间大瓦房，要想让林秀兰和孩子住上暖气房，就指着这头出手。赵铁柱轻轻吐出一口白气，把手里的56式步枪握得更紧。他没带杀猪刀，而是带了一根手指粗的钢筋磨成的长矛。对付蹲仓的熊枪，有时候不如冷兵器好使，怕枪声在树洞里炸膛震坏了一身好皮肉，更怕把胆给震碎了。太阳升到正头顶的时候，树洞里终于有了动静，一阵沉闷的喘息声传出来，是被赵铁柱刚才扔进去的点燃的艾草给熏醒了。紧接着，一只长满黑毛的大爪子搭在了树洞边缘，那爪子上的指甲跟铁钩子似的抓的树皮咔咔作响。赵铁柱眼神一凝，一个硕大的黑色脑袋晃晃悠悠探了出来。这熊瞎子睡猛了，被烟熏得直流眼泪，正恼火的想看看是谁在捣乱。就在他探出半个身子的一瞬间，赵铁柱动了，他从树杈上一跃而下，手里的钢筋长矛借着下坠的力道很准稳的扎向黑熊后脖颈连接脊椎的那个钢筋入肉的声音闷响，黑熊刚要惨叫，声音却戛然而止，因为赵铁柱这一矛直接捣断了他的中枢神经。几百斤的庞然大物像一滩烂泥，软绵绵的挂在树洞口，连挣扎都没挣扎一下，一击必杀。赵铁柱落地在雪地里打了个滚卸去力道，然后迅速爬起来，拔出腰间的短刀，动作飞快地剖开熊腹。取胆讲究的就是个快，要是等熊死透了胆汁回流，那金胆就变成草胆不值钱了。几分钟后，赵铁柱手里捧着一个还在微微颤动的金黄色胆囊，小心翼翼地放进了随身带着的装满白酒的玻璃瓶里。看着酒液瞬间被染成淡金色，赵铁柱咧嘴笑了。瓦房有了。第二天，赵铁柱没带林大柱，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再次走进了耗子尾巷。只不过这一次他还没走到五爷那个院门口就被拦住了。巷子口停着一辆黑色吉普车，车门打开下来，2个穿着黑大衣的壮汉，腰里鼓鼓囊囊的，一看就是带了家伙。领头的正是那天见过的马杆。马杆皮笑肉不笑的挡在路中间，手里玩着蝴蝶刀，说五爷听说赵铁柱又进城了，特意让他在这等，说有壶好茶想请他赏个脸。赵铁柱停下脚步，把背上的包往上提了提，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出。孙二赖的事虽然是那小子咎由自取，但毕竟打的是五爷的脸，在道上混面子有时候比命大。赵铁柱面不改色说既然五爷请那就走了，直接拉开吉普车后门坐了上去。这一手反客为主让马杆愣了一下，随即收起刀，眼里闪过一丝狠色，说是个带种的。车子一路开到了县城边上的一座老茶楼，2楼雅间，整个2楼都被清空了，静悄悄的。五爷依旧穿着那身中山装，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盘着核桃，只不过这一次他身后的桌子上放着一把上了膛的驳壳枪。马杆把赵铁柱领进去，顺手关上门，自己守在门口。赵铁柱走进去，把背包往桌子上一放，咚的一声，然后大马金刀在五爷对面坐下，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他喝了一口，夸五爷这茶不错，是雨前龙井。五爷停下手中的核桃，那双阴冷的眼睛死死盯着赵铁柱，说他胆子不小，动了他的人还敢一个人来赴宴，问他不怕这茶里有。赵铁柱放下茶杯笑了笑说怕，但他更信五爷是个生意人，生意人讲究的是力不是气。孙二赖那种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留着也是坏五爷的名声。他帮五爷清理了门户，五爷该谢他才对。五爷猛地一拍桌子，抓起那把驳壳枪，枪口直指赵铁柱脑袋，说他在道上混了几10年，还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问赵铁柱信不信他现在就崩了他。黑洞洞的枪口下，赵铁柱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慢悠悠地解开桌上的背包，一层2层，一个装着金黄色液体的玻璃瓶露了出来，在那液体中悬浮着一颗完好无损的熊胆，透着诱人的光泽。金胆，五爷的瞳孔瞬间收缩，他太识货了，这东西有价无市，是救命药。省城那位大领导的老娘得了疾病，正满世界找这东西。赵铁柱把装着熊胆的瓶子往前一推，正好挡在枪口前面。他说这枪响了，他也许会死，但这胆肯定碎，他是光脚的烂命一条。但五爷家大业大，这颗胆要是送到了省城，能换回来的东西恐怕比他这条命值钱1万倍。这一番话字字诛心。五爷盯着那个瓶子，又看了看一脸淡定的赵铁柱，僵持了足足1分钟。五爷突然大笑起来，把枪往桌子上一扔，重新盘起核桃，连说好一个赵铁柱，好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说他有种有脑子。他服了，他知道自己这次是真遇到对手。这年轻人不仅狠，而且把他的脉搏摸得死死的。五爷恢复了生意人的精明，问赵铁
柱这胆想怎么还？赵铁柱把瓶子推到五爷手边，说这次不要钱，他要砖要瓦要水泥要钢筋，他要盖房盖5间大瓦房，还要起个院墙。这东西在供销社买不到，但五爷手里肯定有条子。五爷愣了一下，随即指着赵铁柱笑骂他会算账，问他知不知道现在建材多紧缺。不过他摸了摸那瓶熊胆，眼神火热，说值了，这买卖他接了。五爷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那是省城一家运输公司的电话。他说赵铁柱在山里有人脉，能弄到货，他在外面有路子能销货。这杨树沟太小了，困不住赵铁柱这条龙。以后他们合伙，不管是山货还是木材，55分账。孙二代那种垃圾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赵铁柱面前。赵铁柱接过名片看了一眼，揣进兜里，站起身冲五爷伸出手说合作愉快。两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这一握不仅握住了财富，也握住了赵铁柱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霸主地位。3天后，杨树沟沸腾了，3辆满载着红砖水泥和钢筋的大卡车轰隆隆开进了村子，停在了林大柱那破败的家门口。全村人都跑出来看热闹，一个个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有人喊这是要盖皇宫，有人喊这么多砖得多少钱，还有人喊赵铁柱也太有本事了，连大卡车都能调动。赵铁柱站在卡车顶上，意气风发地指挥着工人卸货。林秀兰抱着孩子站在下面，看着那一车车砖瓦，眼泪止不住的流，那是激动的泪，是幸福的泪。林大柱更是拿着烟袋锅子，见人就发烟，腰杆子挺得比谁都直。逢人就说看见没，这是他姑爷。在人群的惊叹声中，赵铁柱跳下车，走到林秀兰面前，伸出那双粗糙的大手，轻轻擦去妻子的眼泪。他说别哭了，他们的新日子这就开始了。阳光洒在两人身上，暖洋洋的。2年后，杨树沟村头一座气派的5间大瓦房拔地而起，院墙高耸朱红的大铁门，院子里还停着一辆崭新的东风牌大卡车。这就是赵铁柱的家。如今的赵铁柱早就不再是那个亲自进山打猎的猎户，他成立了莽苍岭山货贸易公司，手底下养着几十号人，不仅垄断了10里8乡的山货收购，还做起了木材运输的生意。连县里的领导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叫一声赵总。那个曾经的黑市头目五爷现在成了赵铁柱在省城的合伙人，两人联手把生意做到了关外。院子里葡萄架下，林秀兰穿着一身得体的羊毛衫，虽然生了2胎，但身材依旧苗条，那双曾经满是冻疮的手如今白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她正坐在藤椅上，看着2个孩子在院子里追逐打闹。那台密封牌缝纫机被擦得锃亮，摆在堂屋正中间。虽然现在买衣服更方便了，但林秀兰还是舍不得扔，偶尔还会拿出来踩2下。林大柱老了，背更驼了，但精神头比谁都足。他现在也不下地干活了，整天穿着一身绸缎褂子，提着个收音机，在村头大柳树下跟一帮老头吹牛。他逢人就讲当年那老虎扑过来的时候，他姑爷眼皮都没眨一下。这故事他讲了800遍，但大伙还是爱听。夕阳西下，赵铁柱开着车回到家，停好车走进院子，一手抱起跑过来的大女儿，一手搂住迎上来的林秀兰。林秀兰温柔地帮他掸去身上的灰尘，问他回来了。赵铁柱应了一声。他看着这温馨的一幕，看着那袅袅升起的炊烟，看着远处莽苍岭那熟悉的轮廓，前世的那些遗憾、悔恨、孤独，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他这辈子没白活，他守住了山，守住了家，也守住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